梦中我看见玉帝宫殿，我看见玉皇大帝，庙宇隐藏着千年的秘密。按照人体的灵魂神道而设计。我是起始，也是终结。凌晨3点到5点，天地阳气开始苏醒，而此时，你的意识也正处于一种最特殊状态。不是完全清醒，也不是完全沉睡，而是介于2个世界之间。易经及道家称之为寅时，也称之为太卦。易经称3阳开泰。此时刻，意识在似醒非醒梦状态。此刻，梦有非常重要讯息，显现出你目前的心智状态。观察梦中讯息来改变心识。梦中的你可以连结整个宇宙意识。华严经称法界缘起。在这一刻，你白天压抑的情绪，未解开的牵挂，深藏的恐惧，都可能在梦境中显现。但梦不只是心理作用，在西藏度王经中，梦中的你被称为梦幻生。梦幻生与灵魂具有相同的性质，因此梦中的你不但能与其他灵魂沟通，还可能接收到来自法界甚至宇宙意识的讯息。有些梦只是内心的投射，有些梦却像是一封来自更高维度的信。它提醒你，你的生命并不只存在于肉眼可见的世界。当天地的阳气升起，当内在的灵魂苏醒，你将开始明白，梦境或许不是幻觉，而是宇宙正在用另一种方式与你对话。那么，梦中出现的神佛、光明与启示，究竟只是潜意识的作用，还是你的灵魂真的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，
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，大脑会进入一种特殊状态，思绪减弱，外界干扰降低，而潜藏的感知开始被放大。有位师姐长期修炼过程中，有一天在梦中出现神圣的景象，而这景象不只是梦，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内在场域。他看见了3个香炉，像一条被安排好的路。他开始往前走，脚步声回荡，往第1个香炉走去。第1层香炉古人称之为下丹田，是生命能量的启动。人体中丹田位置即是第2香炉。睡梦中师姐走到第2香炉时候，梦中出现了玉皇大帝宫殿，突然出现声音，看不清楚是不是？再看清楚。他看见了玉皇大帝。道家修真图记载，弥罗天玉地宫，又名纯阳天宫。就在那一刻，他忽然理解，古代留下的不只是神话，而是一套关于人体与宇宙的修行结构。修真图，泥丸有9穴，以按天上9宫，脑骨8片，以应8方，因名弥罗天玉地宫，又名纯阳天宫。这不是单纯宗教神话，而是在描述人体与宇宙的对应关系。所谓玉帝宫，不是天上的建筑，而是意识最深层的核心场域。我真的看见玉皇大帝了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的意识要用这个形象呈现？在古代修行系统里，人体本身就是一座庙宇。3个丹田代表3个香炉，象征生命能量中心、灵魂、神道3个层次。第2香炉在中丹田位置，代表灵魂与意识层面。当人进入深层意识，内在会用最熟悉的文化符号去表达未知。有人看见佛，有人看见宇宙，有人看见纯白的光，而他看见的是玉皇大帝。上丹田是第3个香炉，也是法界炉。他缓缓走近，白光爆发，整个世界被吞没，时间停止，声音消失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身体，只剩存在感。这不是外在的光，而是感知被推向极限。当认知开始崩解，人格化的神也开始消融。所谓玉皇大帝，在修行语言中象征的是纯阳之气。动
梦真本行金云：玉帝者，乃元气之俗，造化之根。静而圣，即元始天尊；动而神，即玉皇上帝。上清灵宝大法，天地玉真无色之境，梵行是也。自玄气而化生。老师，我梦见3个香炉，其中第2个香炉特别明亮，而且最近修炼后，我感觉内心比以前安定很多。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师姐，3个香炉其实象征人体的3个丹田，第2香炉就是中丹田，而你梦中发光的第2香炉正是中丹田的位置。在大家的观念中，中丹田是灵魂安住之处，灵魂属阴神，而纯阳之气属于神道先天真阳，就像太阳照耀大地，能够稳定并守护灵魂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修炼之后，我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。但老师，如果只是得到纯阳之气，是不是就代表修行成功啦？不是，纯阳之气非常珍贵，但它只是修行的开始，不是终点。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用智慧来解开世间的烦恼。原来如此。你能得到先天纯阳之气，代表你具足一定的善根与德性，这是很大的因缘。如果你持续修炼，同时学习智慧，利益众生，未来就有机会成就道果。老师，如果玉皇大帝象征的是先天纯阳之气，那是不是表示我梦中的一切其实在告诉我人体修炼的秘密？师姐，对于你而言，这个时刻是你累世以来改变轮回业力的最佳时机。可是，同样修炼的人，为什么有人会有神圣的梦境，有人感受到先天纯阳之气，有人心性大幅改变，甚至家庭变得圆满，而有些人却只是身体变健康，内心却依然充满烦恼。气可养身，德可载道，慧可破无明。古代修行者将这股力量称为先天纯阳之气，也称为大道。而现代人，有人称它是宇宙意识或量子讯息场或高维度智慧，名称或许不同。在浩瀚宇宙背后，但人类一直都在探索同一个问题：是否存在着一个超越个体生命的智慧场域？也许你所看见的不只是神，而是宇宙透过你最熟悉的文化符号，向你传递讯息，启发你，引导你看见更真实的自己。师姐，你以为看见玉皇大帝就是答案吗？梦境传达让你灵魂往光明的讯息，真正决定命运的，而是你的心要往何处。真正的关键是
为什么是你看见，而不是别人？